现在你除了被控持械伤人之外，律政署根据阿威的经证供，要加控你协助贩运毒品。哇，贩毒罪很大的，最高刑罚有期徒刑14年。虽然你现在还很年轻，但是10几年的黄金岁月就在牢里面度过，可惜，可惜。何律师，能不能脱罪？这个很难说。我不想坐牢。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，怎么办？转做污点证人，在庭上说出整件事背后是有贩毒集团操控，让警方能抓人，你就可以大幅减刑。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为了我们自己当事人的利益，我们在庭上一定会咬死你，证明你就是阿威背后的胁迫者，阿威所做的一切全部都由你操控，到头来，所有的罪名你一个人扛。别说是为了官司，就算为了你自己，你也应该转做污点证人。阿威肚子里的是你的骨肉，你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牢里出生啊！最惨就是一出生呢，爸妈都在坐牢，立刻变成孤儿。但是我怕我指认我老大，我会死的。哇，你以为你扛着这条罪去坐牢，你命会很长吗？你陷害你老婆带毒，害得她坐牢啊！你不知道牢里的人最痛恨的就是强奸犯跟打老婆的人吗？到时候你最多只剩下半条命。是男人就站出来帮阿威脱罪，就算不为你自己，也应该为你的孩子。在上一庭，主控陈述过，我的当事人曾经有怀孕运毒的前科。首先，我要代表我当事人严正声明，第一次运毒虽然是他自己自愿去做，但是事后他已经深感后悔。这一次，他的确是在被胁迫之下运毒，绝对不是出于自愿。我想在这里提醒一点，法律的精神并不是要追究一个人的过去。就算一个犯案累累的惯犯，只要他在本案是被迫，是无辜，法庭也要就本案判他无罪。就跟我的当事人一样，他之前是不是自愿运毒，跟本案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要深究的是，他这一次是不是被胁迫之下运毒，背后是不是有幕后黑手操控。法官阁下，这份验血报告是我当事人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检测的，上面清楚指出，我当事人的血液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毒品的成分，也就是说，我当事人起码已经戒除毒瘾超过半年。大家都知道，要戒除毒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当事人从来没进过戒毒所，他之所以能够战胜心魔，成功戒毒，靠的就是他的决心和意志。他为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为了成为一个改过自新的好妈妈，他用了最大的毅力和坚持，最后成功戒毒。背后那份力量，就是他对自己骨肉的那份母爱。法官阁下，辩方要求传召本案第2被告陈永威。批准。陈永威，在案发的时候，你跟我当事人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男女朋友，住在一起已经2、3年了。那我当事人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是。你是不是叫过我当事人，就是你的同居女朋友，帮你运毒？是。她是不是自愿这么做？不是。你明知道她不愿意，就骗她说带她去内地玩，其实是把她交给你老大的手下。是。那帮人挟持、禁锢我当事人，以粗暴的手法把装着毒品的避孕套一包一包的塞进我当事人的嘴里，然后逼他吞下去，接着再挟持他过关回香港，是不是？是。也就是说，这次阿威被胁迫之下运毒，整件事
幕后是由贩毒集团操控，是不是？第二被告，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。这次阿威被胁迫运毒，背后是不是由贩毒集团操控？请你直接回答问题，是不是由贩毒集团操控？没有，没有人操控，是我跟阿文谈钱自愿去做的。我没有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为什么要这么说？第一被告，请你控制你的情绪。陈永维，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，在法庭上做伪证，极有可能被律政署加控你做伪证。是不是有人威胁你，叫你不要说出真相？这里是法庭，你可以说出来，你不用害怕。没有，没有人威胁，所有事都是我跟阿文自愿去做的。我没有啊！你在撒谎！第一被告，是你跟那帮人要我请你冷静做的，你为什么要冤枉我？为什么不说实话，供那帮混蛋出来？你忍心看着我怀着孩子坐牢吗？这孩子你也有份的，陈永维。陈永维，你要想清楚，运毒的罪很大，你要说实话。法官阁下，我方要求撤销陈永威在庭上的做供。批准。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要逼死我跟孩子为止啊？为什么？阿威，庭警，叫救护车，退庭。啊！岂有此理！那两个坏蛋公然在庭上恐吓第二被告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你不要生气了，气坏身体多划不来啊！你让他发泄一下，一直憋的很伤身的啊！我叫你发泄一下，没叫你咬我，小姐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我也是，但是你这样咬罗巴也帮不了阿温的。现在我们最大最有力那张王牌没了，什么筹码都没了，你叫我还怎么打下去啊？我答应过阿威会帮他打赢官司，他才跑出来自首，还差一点点就成功，偏偏那个见粉反悔，推翻所有证供。要不是那些坏人出现，我就不会辜负阿威，你叫我怎么能不生气？明白，明白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去问他们，怎么可以当法庭和法律透明的？那你猜他们会怎么回答你啊？你无凭无据的跑过去，人家只会说你诽谤。大不了让你再咬一个。罗巴说的对，我们不应该意气用事。娘 boss， 警方怎么变得这么懦弱？居然由着黑帮在庭上恐吓证人。我们只能照程序做事，就算明知道他是坏人，要是没抓到他犯法，我们也没权阻止他在法庭出现。你不要再打官腔敷衍我了。总之，你们赶快行动，不要再让坏人无法无天 ，OK？ 王司空，你真的气晕了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们有同事监视他们，一够证据就抓他们了。我也看到阿辉跟着他们走了，我相信警方在努力。回去呢，我就给你抓一副24位，让你降降火。哇，又咬！哇，好痛啊！哎呀，他咬你，你咬我干嘛？你放心，一切正常，只是血压高了一点。以后自己留意一下情绪，别再那么激动。孩子没事就好了。那你休息吧，有什么需要叫护士。谢医生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没什么。法官会不会相信剑粉说的话？虽然他临时改供词，但是他已经是个不可信的证人。我们向法官申请了取消他证人的资格，他说的话会被洗掉，不会在法庭上的记录出现，所以你不一定会输，别放弃。但是我不想再打下去了，我想认罪。你想清楚没有？
你是被逼歹毒，不是你的错，你不应该认罪。弄出这么多事，我真的很累了，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。阿威，别因为一点挫折就灰心，有我、王大壮、Grace， 还有很多人，个个都挺你。罗爸，要是官司赢了，你看那些坏人会不会放过我？你不应该向他们屈服。要是我认罪，我坐了几年牢出来以后，就能够彻底摆脱那帮坏人，一切重新开始，跟孩子过正常的生活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你不用急着决定了，先休息，我们稍后再谈。经过今天之后，我明白有些事是自己种下的，怎么躲都躲不了。要是自己曾经错过，就迟早都要还。那我早点还，就能早点过安乐日子了。我明白了，你好好休息。认罪的事，我会帮你安排。我跟孩子都会谢谢你。哎，罗巴，哎，爸爸，怎么样？阿文跟孩子怎么样？放心，大小平安。哦，还有，阿英决定了认罪。认罪？他一定是怕了那帮人，我去劝劝他，叫他不用怕。哎，阿英是我们的当事人，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决定。这就是向恶势力低头。阿文书念得少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不劝劝他？我们应该支持他抗争到底，我们不会输的。阿英认罪，表面上好像怕了毒贩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其实他想赎罪。赎罪？赎什么罪啊？根本就是毒贩逼他去运毒，这件事阿威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觉得阿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。他这次虽然被逼，但是他之前真做过，他不想再逃避了，所以他选择认罪，就是想洗清污点。坐完牢就可以重新开始，他跟孩子可以过新的生活。你说的好像很了解他，他不是当年的你，为了赎罪选择放弃自己来逃避。你不懂不要紧，干嘛把我扯进来？我不是不懂，我是不认同这么做。阿文选择认罪，当然是他认为这个选择最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孩子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面对自己的过错是对的，但是赎罪不一定要认罪嘛，赎罪有很多办法，但是绝对不可以放弃，放弃就是懦弱。为什么你要逼当事人打官司？为什么你不可以站在他的角度来看，支持他的决定呢？阿威没有念过法律，你念过，你明知道运毒会判很多年，你眼睁睁看着他们母子分开那么多年，你忍心吗？还有，认了罪也未必有好日子过的。我们身为律师，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。阿威什么书都没念过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你应该解释给他听，你应该帮他做决定。为什么你觉得你帮他做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？你又凭什么代替一个人来决定自己的将来啊？那你又凭什么？我明知道我当事人没做过，我眼睁睁看着他认罪，完全违背我的良心和我的专业操守啊！你别只用你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事，行不行 ？OK， 如果我当事人的意愿违背我专业操守的话，我没办法替他辩护，我只好不当他的辩护律师。